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凯欣骂中国观众，剧组首播悬而未决，诚意鼓励娜扎心血被拖累。我跑到中国就是为了演电影赚点钱，大多数中国人可真是有点呆，吃着中华美食，赚着人民币，天天对着中国人骂，他到底是哪个牛鬼蛇神啊？黑锅背到身，害了别人。富山海本来打算再开播的，因为几个演员的事情的等等。提到最倒霉的，非诚意和古力娜扎莫属了。这俩人在剧里真是拼了老命，心血都花在这部戏上。4月份发布剧的消息时，双方的粉丝都兴奋得像支热锅上的蚂蚁，希望这部剧能赶紧上线。谁能想到，一个小角色嘴巴不饶人，竟然把整部剧的首播日期搞得乱七八糟。自己不想过得爽，还要把整个剧组拖下水，这种人真是让人火大。程毅本想着这部剧能火得跟过年似的，没想到李凯欣给捣糊了，连能不能上电视都成了悬念，不被骂就算是赢了。李凯欣在这部剧里可不是普通的女二号，别看她叫女二，戏份比女主还要丰富得多，简直就是个抢镜的小魔王啊！原本这个角色就是个路人甲，结果分到她这里后，摇身一变成了整部剧的主心骨，还给她安排了和男主搞勾心斗角的虐恋，把女主当空气。这姑娘表面上水灵灵的，实际上心肠黑的跟煤球似的。从他前助手放出的录音里，观众抓到了几个关键情报。咋说呢？他这个新加坡的华人，明明在中国赚着钞票，结果却瞧不起自家人，真是让人捧腹啊！一说到咱中国的观众，那语气就像在吃了酸梅一样，扁得不轻，简直一刀捅到大家的伤心处。在中国观众眼里，你要是其他地方犯了错，还能聊聊，似乎就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大家对外统一意见，我们就是瞧不起中国。结果他立马就被3个国产品牌踢了，连富山海的宣传上都把他的名字给抹掉了。更搞笑的是，前助手爆料说他还在校园里欺负小朋友，上班抢饭碗，甚至连锅都不盖就往外说3道4，这简直就是在当面给中国下战书。而对于这些揭露，他的反击就像蚂蚁撼树，弱得可怜。这个前助理真是自找没趣，不光把他那些丑事全翻出来了，还说得头头是道，证据也是搬不走的，连人家放的录音都把事情真相给捅破了。他就说这些都是剪得乱七八糟的，根本不靠谱。这种随便说的词，怎么就能让观众放心呢？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他这种三观有点问题的人，根本就瞧不起我们中国，咱们观众能怎么忍受得了他啊？他明明嘴里叽叽喳喳说前助理的录音是剪接的，结果自己却弄不出完整的录音来，下次听他讲话就当是在放空炮。李凯欣工作室居然被曝把粉丝写的小纸条都挂到二手市场上去卖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这种事让观众傻眼，这要是真心想送礼物的，那肯定是对他情有独钟。人家好心给他捧了个大爱心，他却当成了废纸，像这样的角色谁还会想搭理他呢？的麻烦是他炸了也没事，最怕的是把一堆人拖下水。富山海正在紧张关头，他却一手把大家的努力给搅和了，整个剧组的人都跟着遭殃，这笔账该算到谁头上呢？有人说呀，要是他惹的是让这部剧拖了后腿，那就可以找他要赔钱。对那些演员而言，特别是男女主角，这片子可不是单纯的谋生手段，简直是心头肉啊！这玩意儿全靠心血，投入了不少感情，金钱压根没法比。说不定就是因为他这次搞砸了，正好把别人迅速成名的机会给搅和了。这玩意儿根本就没法算，因为谁知道这剧播出去会闹成啥样呢？
李凯欣就像是一朵在无人监护下疯狂生长的食人花，野性十足，谁敢靠近？他的老妈是在新加坡刀梭的，老爸是拍片的，他从小就在台湾溜达着长大。他老爹最后搞的 DB 跟 XD 齐飞，直接就被关了3年。我妈当主持人可是糗事一箩筐，曾经气得她一次给代驾司机来了一场12脚挑战，完全不顾什么明星形象了。自打她踏入这个圈子，大家都喊她资源大佬，说到美貌没话可说，可娱乐圈的秀外慧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呀。她这种人，明明作品寥寥，却偏偏像个抢红包的小能手，一个接一个的揽下大角色，让人不禁反思，这类人在娱乐圈里可真是多的跟吃饭一样。沉香如屑这剧是由程毅和杨紫搭档演出的，恰好这回男主角又是他，真的是花不完的诚意啊。这部戏虽然没毛病，但观众对女2和女3的争论可是闹得不可开交，热闹的像集市一样。从道理上讲，徐凯宁就是那个女主角里的第3号人物，而孟子义则扮演了教芷溪的第3号角色。可是观众们都觉得徐凯宁的戏份多到惊人，甚至连杨紫这位女主角都的自愧不如。她在剧里当了个脾气火爆的女老板，让观众最抓狂的就是她在剧里换衣服跟吃饭似的，一集下来的换好几次，传闻还说她的妆都是女孩主的奖金拿去了。杨紫这位女主角，整整1集没见她换一件衣裳，真是她的独门绝技啊！可以说女主跟她一比，简直就像农村来的。反观她自己打扮得像过年一样，花里胡哨的。她这待遇可真是妥妥的，衣服、化妆啥都极致，还能多演不少戏，全靠她跟这部剧的制片人高鑫杰打成一片。本来那个角色就让人想骂，没想到她更是个让人提升怒气的演员。听说高鑫杰的前妻张君如曾经揭发过，他们俩在张君如怀孕时就已经开始搞暧昧了。高鑫杰给他搭了不少台子，俩人关系不错。他趁职务之便给徐凯宁开挂了。他在编排的剧里，不光让他多露面，还给他各种特殊待遇，俩主角对此都没啥反应。在观众心里，不言而喻就成了常态。要是真像真是这德行，那一切都能解释得明白啦。那些演戏拼命的演员真是可怜，走正道比起歪门邪道，简直慢得像乌龟爬。